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中国要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马兴瑞就不被抓全招了，习姐夫再中枪，中国人疯狂卸载 APP， 携程紧急叫停柬埔寨合作，不准过洋节，平安节北京多个教堂被封，美驻武汉领馆招保结员年薪8万，网路爆了，卷入于朦胧命案，歌手焦麦其上海演唱会被取消。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26日，星期五。首先来关注马兴瑞就不被抓全招了，习姐夫再中枪。前中共新疆书记马兴瑞被查的消息甚嚣尘上，而他昔日的多个旧部接连出事，更引发猜测。其中就包括前广州市委书记郭永航及深圳市政协前主席戴北方。据独立时评人蔡胜坤透露，戴北方被抓后，供出了一大批深圳高官，其中包括马兴瑞、现任深圳市委书记孟凡利、深圳市长谭伟忠等重量级人物，还有曾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姐夫邓家贵一起开离岸公司的李华。12月15日，广东省深圳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戴北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独立时评人蔡胜坤12月25日在海外 X 平台透露，深圳官场持续震荡，戴北方被抓后供出了一大批深圳高官，包括马兴瑞、孟凡利、谭伟忠等重量级人物，还供出了卓越集团李华。李华多年前曾被抓过，很快就被放了出来，这次被抓恐怕是凶多吉少。蔡胜坤说，卓越集团背景非同一般，不但在深圳各区核心地段开发了多床地标级甲级写字楼和购物中心等，业务还拓展至大陆30多个大中城市，最鼎盛时销售规模超过1000亿人民币。2016年，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SIZ 公布密档显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是卓越集团创办人。1996年，李华合伙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离岸卓越通力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即卓越集团前身。邓与李各占50%股份。蔡胜坤还透露，戴北方还供出深圳市原纪委书记刘连生。刘连生被抓已经20多天了，能不能放出来，现在很难说。还有对孟凡利老部下深圳市委副书记于兴国的处理也正式下达，于兴国案从正厅级降为副科级。于兴国曾在公安部担任过原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田七玉的秘书，在公安系统具有深厚的背景。公开资料显示，现年69岁的戴北方，从1982年起就长期在深圳官场任职。从1992年起，戴北方先后任深圳市龙岗区委副书记、深圳市政协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深圳市盐田区委书记、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副书记等职。2015年6月至2020年9月，戴北方任深圳市政协主席。2020年9月后因年龄原因退休。马兴瑞从2015年3月起任深圳市委书记，当时戴北方任深圳市政协主席。戴北方任深圳市政协主席期间，曾与已经落马的老虎陈如贵共事。陈如贵曾于2017年至2021年担任深圳市市长，此后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2022年6月被查。2024年8月，陈如贵受贿1.08亿元，被判无期徒刑。2025年12月24日，中共官方宣布，广州市委书记郭永航被免职，并称另有任用。同时宣布，广东省委常委冯中华接任广州市委书记。被免的郭永航身份不一般，他不仅是广州一把手，更是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在深圳任职时期的大秘，也就是身边最核心的秘书。郭永航的仕途和马兴瑞深度绑定。2015年，马兴瑞刚到深圳当市委书记，郭永航很快就当上了市委秘书长。之后，马兴瑞一路升迁，郭永航也一路跟住，从珠海市委书记到广州代理市长、市长，再到市委书记。马兴瑞2025年7月被免去新疆书记一职，当时官方也称另有任用，迄今未发布他的新职。马兴瑞7月卸任新疆书记后，缺席本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是他半个月内至少第2次缺席重要高层会议。
网上不断传出马兴瑞出事的消息，并称他涉及曾任职军工系统的贪腐，官方则尚未公布任何消息。刚才为大家带来了中国的最新热点，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关注中国要闻。如果您还没订阅，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别错过我们的每一期更新。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人疯狂卸载 APP 携程紧急叫停柬埔寨合作。大陆旅行服务巨头携程宣布与柬埔寨国际旅游局合作，引发信任危机，导致出现 APP 卸载潮。面对运营危机，12月25日，携程紧急发布声明，暂停与检方合作。柬埔寨政府在12月初宣布，将于2026年6月15日至10月15日期间，对从中国出发的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携程随后高调宣布与柬埔寨国家旅游局合作，计划在2026年中减免签后，推出前往柬埔寨景点的特价机票、免签攻略、网红打卡路线。与此同时，泰柬边境战事不断，大量中国公民在柬埔寨失联，被骗至电诈园区被殴打，甚至被当作移植工体。柬埔寨金边市的柬埔寨生命科学院还被爆料涉嫌圈养电诈园猪仔生的婴儿，用来抽取脊髓液制造长生药，附近还设有幼儿骨髓提取中心等。中共热炒的柬埔寨免签畅游，在很多国人眼里就是把人往火坑里推。网友怒斥携程，为了钱连国人都敢卖。携程用户还担心自己的身份证号形成单子，通过某个合作协议的隐秘管道流向柬埔寨犯罪电诈团伙，因此许多用户连夜注销携程账号，宁可多花钱也不想接到柬埔寨的诈骗电话。据传，短短48小时内就有超300万人卸载携程 APP， 客服电话被打爆。此事发酵1周，携程一直保持沉默，既没下架高风险产品，也没发安全提示。直到卸载量暴涨217%，才匆匆甩出一纸声明，声称已经暂停了原定的投放动作，合作未曾启动，不涉及数据共享云云。但携程的回应未能平息众怒，网上很多自媒体发文继续批评携程。有文章质问你，携程推送柬埔寨吴哥窟日出的美图时，是否想过西港某条小巷里刚发生的绑架案？你强调免签便利时，有没有告诉用户当地报警电话打不通，领事保护响应慢，客服热情推荐行程，却对治安问题避而不谈？这算服务还是算计？文章指出，真正的负责任是在签约前做足安全评估，局势生变时立刻下架产品，开通无损退订通道，第一时间发布预警，而不是等用户用脚投票才慌忙补救。用户要的不是公关话术，而是行动。暂停所有高风险目的地推广，公开安全评估机制，建立透明的风险提示系统，并向受影响用户致歉。否则，今天卸载的不只是携程 APP， 更是普通人对整个在线旅游行业的最后一丝信任。当一家企业把利润置于安全之上，再华丽的营销也掩盖不了良心的缺失，而失去民心的企业，哪怕技术再强，资本再厚，终将被时代抛弃。继续来关注，不准过洋节、平安节，北京多个教堂被封。近年来，中美关系不断恶化，中共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越来越严。今年圣诞节前夕，网上传出多地通知禁止过洋节。网上传出视频显示，12月24日的平安夜，北京王府井天主教堂院内的圣诞树亮灯，但大门紧闭，四周被伸缩围栏封锁，不准游客进入。周边还有多名公安看守，如临大敌。一名游客说：“平安夜，这都围上了。”另一段视频显示，西直门的天主教堂的大铁门虽然挂住圣诞装饰，但许多游客也是站在大门外，院内疑似无人。网民嘲讽这是清朝末年的反洋运动，还有人调侃这就是当局喊的文化自信。外国人过中国新年叫民族骄傲，中国人过圣诞叫崇洋媚外。有视频显示，因为当局的禁令，湖北武汉一家商场的圣诞庆祝活动被迫改成和圣诞老人一样，有着大胡子的鳌拜驾驶驯鹿马车撒花，还有的商场被迫在庆祝圣诞时放红歌，以防被当局处罚。还有视频显示，上海一名女孩装扮成圣诞老人在路边发苹果，被公安带走。
再来关注一条趣闻，美驻武汉领馆招保洁员年薪8万，网路爆了。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日前发布招聘保洁员的公告，只要求小学毕业，年薪82439元人民币，引发网民热议。综合网络讯息报道，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12月22日在官方微博发布招聘5名保洁员的公告，提供的年薪是82439元。工作职责包括清洁和维护地板、门、玻璃表面、洗手间和办公家具，并确保办公室所有区域保持无杂物和垃圾，安全使用清洁产品和设备，按需补充饮水机桶装水，妥善收集和处理垃圾，以及搬运和布置家具以配合活动和清洁工作等。而对于保洁员的基本要求，则是最低小学毕业，至少有6个月的保洁或家政经验，以及英语具备基础的说读写技能。该招聘公告引来网民热议，不少人期待得到这份工作。有微博大 V 感叹，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招保洁员，年薪8万多。令网友惊叹的是，竟然给出了精确到个位数的精确工资数，并且学历只要求小学毕业即可。而中国企业招聘工资通常会写类似3K、10K 这样一个模糊范围，发工资常常就低不就高，学历恨不得都是本科以上。看来普世价值观的实用主义是应就好，无需过度追求和契约主义，严格要求权利义务的履行。由此可见一斑。还有人算了算工资说 per annum 就是年薪，写了每周40A除以12，就是税前薪资大概6800，扣除五险一金大概5300加，公积金1600加，差不多可支配收入7000一个月。尽管工资不是太高，但有网民强调美领馆提供的全是糖。你要知道一点，虽然是年薪，但人家妥妥的5天8小时工作制，并且节假日和年假都有的，五险一金也给你拉满。你只要考虑怎么进去，进去之后的所有福利待遇，人家都帮你考虑好了。这就是美的的糖衣炮弹，全是糖梅炮弹。更多网民抱住期待，我在学校大扫除多年，擦窗子经验可以吗？收不收应届生？我现在就能上岗。我去当1年保洁，可以给我出美签吗？什么都不要说了，我想要保洁，我想去。也有人调侃，你们不怕被别人说是搞恶意福利吗？笑死我了。平时大家不都言必骂美国吗？8万块钱扫个地都能给收买了，立场能不能坚定一点？谁给我饭吃，他就是我爹。你立场坚定，饿肚子也不行啊。更有人猜测，中共可能会派特工去应聘。放心，这个岗位肯定会安排1名锦衣卫去的，副业保洁，主业刺探收集情报。这个应该有英语要求，可以拿2份工资，第2份从国安拿。相对于中国本土企业频传压榨员工的案例，一些知名外企不仅向员工提供了优厚的条件，也比较尊重员工。日本佳能公司就体现了这一点。不久前，日本佳能公司中国总裁小山秀树离职前的一幕，刷新不少中国人的认知。多名原佳能员工自发地为小山秀树送行，依依不舍，有人哭到说不出话。这不仅是因为佳能中山厂11月21日正式停产给中国员工的补偿丰厚，更是因为小山秀树平日对待员工的态度，让人感到受到尊重。另外，近日网传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特斯拉女员工开心地展示特斯拉发给员工的从里到外的服装。视频里介绍，公司对待员工的平等待遇跟大陆的本土公司迥异。最后来看看观众们一直关注的于朦胧案进展。已卷入于朦胧命案，歌手焦麦琪上海演唱会被取消。中国男星于朦胧离奇坠楼身亡，死因被指不单纯，其中歌手焦麦琪被指涉案。随后，网友号召抵制焦麦琪的演唱会、影视作品及代言活动。最近，他被粉丝举报是劣迹艺人及曾殴打艺人，他明年1月在上海举办的演唱会被取消。29岁的焦麦琪和于朦胧都曾参加过快乐男声，前者获得全国总决赛第5名。今年9月11日凌晨，于朦胧在北京阳光上东小区离奇坠楼身亡。随后网上爆出17人的聚会名单，焦麦琪也在其中。之前网上疯传焦麦琪的自拍照，从其墨镜到影中看到一名身材清瘦的男子，看起来像被绑住双手吊住，旁边还有2、3个人。网友质疑这就是于朦胧受虐时的画面，
在舆论强大的质疑声浪中，网友喊出凡与此案相关的艺人将全网抵制。最近，焦麦琪在山西吕梁录制中共央视春晚。此外，焦麦琪将参加明年1月2日在上海海昌公园举办的演唱会。这期间，大陆粉丝向中共当局举报投诉焦麦琪，指他曾因暴力殴打艺人尹玉克，被官媒公开批评，其本人也承认了打人事件，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属于公认的劣迹艺人。举报信说，若允许此类艺人在央视上海演出，对观众安全将造成隐患。他们正式请求主管部门及主办方立即启动调查程序，果断取消其演出资格。12月25日晚，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发出1月2日心动 Live 夜艺人 Live 舞台取消通知。通知称，原定于2026年1月2日在上海举办的抖音生活跨年季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心动 Live 夜焦麦琪艺人 Live 舞台，因不可抗力原因，经双方友好协商后，决定取消本次演出。对于已购买1月2日门票的游客，如需退票，可提前通过原购票管道办理退款，未使用随时可退。此消息一出，立即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说，真棒，2026年第一掌机，中国境内支持者们打了焦麦琪。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于朦胧离世后，案件疑点重重。中共官方火速已排除刑事嫌疑结案，且对至少17名参加同一饭局的人讳莫如深，没有尸检报告，没有真相，并封杀一切质疑声音。各种渠道传出的消息指，于朦胧因反抗中共权贵和圈中大佬潜规则而遭残忍虐杀。他被指长期遭受监控与虐待，他还掌握犯罪集团的罪证，更指他并非当天才遇害，生前多次被转移地点。涉案人包括导演、编辑、资本大佬、制片人、演员、歌手、经纪人等。这期间，凡传涉于朦胧案的艺人均被全网抵制，如中国女星宋伊人的新戏被换角，歌手焦麦琪、范世琦的演唱会多次被取消。于朦胧的经纪公司天娱传媒的母公司芒果超媒股票大跌，资本大佬田海蓉所有电影被抵制。9月20日，网友在海外发起非政府组织 AVAAE 展开位于朦胧讨公道全球联署，呼吁展开全面独立且透明的调查。截至目前，全球有超73万人声援他。以上就是本期中国要闻的主要内容，欢迎您订阅、点赞、转发，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